高考考场上，我正在紧张作答，耳畔却突然响起尖锐的警报，请所有考生在10秒内撕掉手中试卷，违规者死。喇叭声不断回响，教室里所有人都抬起了头，迷茫地四处观望。寒窗苦读12年，好不容易到了验证成果的时候，居然叫我们撕掉卷子，这是搞的哪出？要不是考场中地不宜喧哗，此时恐怕已经闹翻了天。我紧紧攥着写到一半的试卷，心里忐忑不安。要不要照着通知说的做？喇叭里的声音阴冷肃杀，充斥着一股可怕的压力，让人难以违抗。若不照做，恐怕真的没有活路。可万一这真是一场恶作剧，那撕掉的就不只是一张白纸，更是自己的人生。选择难题摆在眼前，10秒倒计时迫在眉睫，我的呼吸越来越急促，心脏猛地跳动，窒息感迅速把我淹没。但就在即将崩溃的前一秒，我的脑海里猛然闪过一个问题：老师呢？按理说，出现突发意外情况，监考老师和巡考老师会第一时间处理才对。可为什么喇叭吵闹了那么久，都没见到老师的动作？想到这里，我仿佛抓到了救命稻草，立马把视线转移到讲台上方。而此时的监考老师竟呆滞地端坐于讲台上方，面无表情，一动不动。有前排的同学试图向他求助，却得不到任何回应，如同稻草人一般。既然老师都已变得如此反常，那这场考试也不太可能是一场正常的考试了。眼看倒计时已经过半，我深吸一口气，拿起手中的试卷，再没有半点迟疑，将其狠狠撕成了几截。纸屑飘飞，周围的目光迅速汇聚到我的身上，每一双瞳子都写满了震惊。有了我这个领头羊的示范，许多考生也终于不再迟疑，跟着做出了决定。估计有近一半的人选择了相信通知里的话，撕掉手中的卷子。当然，更多的人在紧张和迷惑中选择了继续观望。10秒钟转瞬即逝，很快就来到了通知里规定的时间。所有人屏住呼吸，默默等待着即将发生的事情。可几秒钟过去，教室里却始终平静，不仅没有死人，甚至连风都没吹过一缕。看到这一幕，不少考生如释重负，顿时松了口气。但那些学着我撕卷子的考生们，此时已傻眼了大半。他们中，有的人呆滞地看着眼前的一切，有的人痛苦地抱住了头，还有的人冲着我的方向咬牙切齿。我为什么要学这个疯子？然而他的懊恼还没发泄完，便被一道撕心裂肺的惨叫声硬生生打断。紧接着，几滴热腾腾的鲜血乍然溅到了他的脸上。我靠！他愣愣地看着我，眼神空洞，全然不知道接下来的教室里会是什么样的景象。逼仄的瓷砖上，哀鸣声此起彼伏。喇叭再度响起时，血肉已占了满地。请注意，本次高考规则介绍如下：一考生每隔1小时需参加一场考试，考试内容以规则形式呈现，通过教室喇叭发布，请务必严格遵守，否则将当场死亡。2. 每当新规则产生时，上一场考试规则自动失效。3. 考试不存在必死之局，请细心寻找生机。4. 每场考试均有对应考场，开考后尚未抵达规定考场者，死。5. 周边已布置高压电网，考生严禁离开学校范围。6. 4场考试全部结束后，仍然存活的考生方可安全离开。考生总人数30人，当前存活人数14人。10分钟后，第一场考试将在隔壁502教室内进行，请合理安排时间。所有人都紧张地盯着墙上的喇叭，直到所有规则诵读完毕，依然处于久久无法自拔的震惊中。他说话的语气极为平淡，可阐释的内容却极其恐怖。不管以任何形式违背规则的人，都只有一个下场，那就是死。任谁见识了刚才血沫横飞的场面，都不可能再生出半点忤逆之心。遵守规则是活命的唯一道路。不过最让我诧异的还是末尾的人数通报。我们明明身处一个面积不小的教学楼里，排列整齐的教室足足有数百个之多，为何考生人数只有30人？其他教室的人去哪儿了？想到这里，我下意识走出木门，想要趁着10分钟的活动时间观察一下学校的环境。可才刚出门，一股浓烈的腥味就顺着走廊席卷而来，几乎让我发呕晕厥。不看不知道，一看吓一跳，整个教学楼的墙壁上竟密密麻麻爬满了无数黑红的血痕。本该坐满考生的每一间教室全都空空如也，只剩下孤独的窗帘仍在左右飘飞。电网滋滋作响，我们所在的考场仿佛成了整个教学楼里硕果仅存的孤岛。担忧和恐惧几乎瞬间挤进了我的大脑。与此同时，一只手掌也突然搭上我的肩膀，毛骨悚然的感觉让我差点原地起跳。幸好这个教学楼虽然看起来阴森，却没有规则之外的脏东西。拍我肩膀的是一个戴着眼镜的男生，他的长相算不上老派，气场却成熟的不像学生，指了指那些空荡荡的教室，冲我问道：同学，你也是来观察教学楼环境的吗？我被他问得一愣，过了几秒才反应过来，随即惊魂未定地点了点头。是的，我叫一山，刚才多亏你及时做了示范，让我们躲过一劫。他朝我伸手，做出了握手的姿势，我也轻轻把手搭了上去，
做了介绍。林长安，后面我们需要参加4场考试，估计每一次都是莫大的考验，一不留神就会命丧当场，想要活到最后，应当极其困难。他扶了扶眼镜框，解释起了来意。你前面的表现里展示出了强大的临场应变能力和良好的观察习惯，让人觉得十分可靠。正好我也很喜欢思考，所以能不能邀请你临时组个队，一起商量着过关，提高一下存活概率？听他这么说，我下意识点了点头。规则里好像也确实没有规定不能组队联手。若真能有个聪明人一起联手面对规则的考验，定然是利大于弊。看他沉着冷静的样子，至少心理素质上不会太差，不太可能是猪队友的类型。于是我几乎没什么犹豫的同意了他的请求。10分钟的活动时间转瞬即逝，我们简单的绕教学楼一圈后，便不得不赶到了考场，一起等待第1场考试的开始。请注意，第1场考试规则如下：接下来的30分钟里，考场将在随机时段播放音乐，凡音乐响起时，考生禁止接触正方形的物体，并必须保持静止。违规者死，擅自离开本教室者死。你们有3分钟的准备时间，3分钟后考试正式开始。喇叭里话音一落，所有人都急忙观察起教室里的环境，骂骂咧咧的声音瞬间响遍了每一个角落，因为大家发现这里几乎每一块地砖、每一张桌椅都是正方形的，也就是说，哪怕只是站在这些东西上面，都会被判定违规。整个教室里压根就没几个安全的地方，肉眼可见的安全岛只有狭长的讲桌和恶臭难闻的垃圾桶。可这么点地方，对于14个考生来说，实在是不够用。讲桌作为一眼可见的选择，第一时间便遭到了众人的哄抢，最终在挤了5个人后，彻底没了空隙。而垃圾桶则更显逼仄，跳进去2个男生后，就再没了空间。我和一山待在后排，根本来不及参与前方的争抢，此时只好站在剩下的7个人里，面面相觑。无可奈何之下，我们只能把目光挪向了窗边，那里有一条极细的窗沿，若是死死贴着玻璃，也能站得住人。然而这样紧绷的姿势，对体力的考验实在不小。想在这上面站稳半个小时，难度堪比登天。我要有这个本事，早就去冲关节目里领冰箱了。但眼看倒计时就要结束，生死攸关的场面下，我们也来不及考虑这么多利弊。一咬牙后，还是陆续爬上了窗沿，用尽全身力气，紧紧贴在玻璃上，不敢动弹。就在倒计时结束的那一瞬间，音乐声也准时响起，象征着对生命的审判。教室里的14人仿佛14座雕像般一动不动。音乐声明明轻柔婉转，我的心却顶到了嗓子眼。紧绷的肌肉迅速传来酸胀感，冷汗悄悄爬上额头。为了避免违规，我甚至连呼吸都不敢用力。幸好，仅仅持续2分钟后，音乐声停下了。因为不知道下一次播放是什么时候，我们不敢随便下地，只能保持着紧贴玻璃的状态，轻轻摆头，甩甩手臂和脚踝，当作放松。可还没来得及休息多久，仅仅间隔了20多秒，音乐声便冷不丁地再次响起。我急忙绷紧浑身肌肉，定在原地，恢复了一动不动的状态。可窗沿上的一个男生就没这么好运了。他的体格有些壮，在窗沿上本来就摇摇欲坠，加上刚才放松的动作幅度过大，此时根本来不及调整。音乐声来得急促又突然，他没能顺利调整姿势，身形摇晃，一个踉跄跳到了地上。还没等他顺利落地，便已化作一滩血水，温热的液体从地板上四溅而起，砸到我的脸上。我深吸一口气，调整了许久，才终于控制住了自己发颤的双手，没有做出任何举动。本来还勉强算是安稳的考试，一旦出现第一个死者，焦虑便会瞬间蔓延开来。仅仅2分钟后，就有一个长发女生因为恐惧失神掉下了窗沿。同样的场景再次出现在眼前，血腥味几乎灌满了整间教室。这一次，音乐持续了足足5分钟，才终于停止。喇叭关闭时，我几乎已精疲力尽，而我身旁的一山也同样是满头大汗。该怎么办？体力消耗实在太大，万一后面再来一次超长音乐，我们绝对活不了了。我忍不住小声开口，要不我们去抢讲桌的位置吧。跟窗沿上的我们相比，讲桌上的考生要舒服许多，虽然显得十分拥挤，同样必须小心翼翼，但好歹两脚能踩在实处，而不是处于半悬空状态。一山调整着呼吸，摇了摇头。音乐播放的时间是随机的，我们根本不知道会间隔多久。如果我们贸然下去，很有可能会陷入漫长的冲突和缠斗中，死亡概率极大。我不禁叹了口气。一山说的很有道理，别人好不容易占据的有利位置，哪有拱手相让的说法？我们要想去抢，势必会陷入长久的斗争。学生的体质相差不大，根本不可能瞬间解决2人。只要音乐一响起，我们100%会被炸成血沫。可这条路行不通的话，又该怎么办呢？继续在窗沿上等死吗？窗外笼罩着浓浓的血雾，我的心情变得异常沉重，绝望慢慢涌上心头。没想到，仅仅是4场考试里的第1场，我们就已陷入必死的境地。时间1分1秒过去，音乐陆陆续续的响起，我们屏住呼吸，几乎不敢动弹。
除了偶尔趁着无声的间隙简单活动手脚以外，几乎全程都处于高压紧张的状态。而音乐的播放频率也确实如规则所说，完全随机，几乎毫无规律可言。有时候隔10秒，有时候隔半分钟，最急的时候甚至刚停下2-3秒就立马重新播放。如此坚持到20分钟后，疲惫感已经浇满了全身，不只是手脚发酸发软，我的精神甚至都有些恍惚，整个人摇摇欲坠。毫不夸张地说，现在只要刮过来一阵微风，都能把我吹到地上。而在这20分钟里，窗沿上的考生已经快死了个精光，除了我和一山依然苦苦支撑外，其他人早已全军覆没。讲桌上的5人拥挤在一起，虽然也有些吃力，但好歹是勉强撑住了平衡。最舒服的当属垃圾桶里的2个男生，他们躺在里面，保持着紧紧相拥的姿势，不仅省力，而且相当稳定，可以说是最安全的一批人。毫无疑问，最后这10分钟里，死亡率最高的就是我和一山了，几乎已经被阎王写上了生死簿。唉，艰难地匍匐在玻璃上，我忍不住轻叹一口气，这种等待死亡的滋味实在是不好受，但我又完全想不出什么法子可以让我安稳地度过难关，只能无奈地绷紧全身，尽量延缓死亡的到来。然而当我两眼发神，身体即将瘫软的时候，我的耳畔突然响起了一山的嘀咕声：咦，好像不太对。这一瞬间，我仿佛抓住了救命的稻草，立马提起了最后一丝精神。你发现了什么？我听见一山的呼吸声变得有些急促，仿佛带着兴奋，又带着几分疑惑。他的眼神正直勾勾地看着地面，那一块块方形的地砖。不知道是不是我眼花了，我总觉得这些地砖不太对劲。我顺着看过去，却看不出任何玄机。哪里不对？他们好像不太方。听到这句话的时候，我有些错愕。不太方？见我诧异，一山继续解释道：我们听到规则之后，便下意识把地砖、课桌、椅子这些正方形的物体划到了不可触碰的危险区。可是你有没有想过，它们真的是标准的正方形吗？我们的肉眼判断够精确吗？我盯着这些地砖看了很久，不知道是不是错觉，我总觉得它的边长并不完全相等，似乎存在着一些误差。所以我怀疑教室里这些看似正方形的东西，其实根本都不是标准的正方形。听完这一番话，我的心中顿时一震。如果他的猜测是正确的，那就说明这间考场里压根不存在安全区和危险区的分别。如果那些看似正方形的东西其实并非正方形，那我们站在任何地方都不会违规。需要遵守的规则也就仅仅有不能动弹这一条。也就是说，这场考试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123木头人游戏。音乐响，保持静止；音乐停，恢复自由。所谓的正方形禁忌，只是一个巧妙的障眼法，引诱我们不得不站到危险的地方，窗沿上、课桌上，最后体力不支，难以保持静止，惨遭杀戮。等幸存者战战兢兢半小时，筋疲力尽地熬过这一关后，猛然发现，原来根本不需要去那些形状不规则的地方担惊受怕，破解的答案其实就在自己脚下，就在教室里的每一个角落，恐怕会懊恼至极。不得不说，一山的猜测真的很大胆，也不得不说，这样的考验实在是阴险。生机藏在最显眼的地方，偏偏很多人在高度紧张的情况下根本就注意不到。想通这些后，我深吸一口气，冲着一山问道：你身上有尺子吗？当然有。我沉吟片刻，说出了我的计划。再这么熬下去，我们俩必死无疑，所以必须想办法验证你的猜测。我建议在下一次音乐停止时拼一把，我们一起跳下窗沿，以最快的速度丈量地砖的边长。如果长宽有差别，我们就可以松一口气，直接站在原地。如果边长全部一致，是货真价实的正方形，我们就第一时间爬回来，行吗？在沉重的呼吸里，一山缓缓开口回应：没问题。其实我俩都清楚，就凭我们目前的体力状况，这一波已经是殊死一搏了。倘若失败，哪还有什么力气爬回来？唯有死路一条。又是艰难的1分钟后，我们终于等到了音乐停止。教室里的人全都松了口气，纷纷开始小幅度的放松。我和一山对视一眼，强打起精神，一起跳下了窗。砰的2声后，落到地面。这个大胆的行为让教室里的其他考生全都一惊，迅速缩到了最紧，生怕我们在临死之前拉他们同归于尽。但我们没时间解释，甚至1秒钟都耽误不起。拿出包里的尺子后，各自选择地砖上的一条边，迅速开始丈量。我的动作稍快一些，不到1秒就得出了答案：60厘米。稍作等待后，我听到了让人振奋的声音。我这边是58厘米。地砖的长和宽并不相等。也就是说，这些遍布在教室里的每一个正方形物体，其实根本都不是正方形，而是长方形。为了确认这个信息无误，我们按住心中的激动，又进行了第2次测量，得出来的结果依然不变。也就是说，不管我待在什么地方，只要音乐响起时保持静止，就是绝对安全的。一山和我兴奋地对视，我们的眼神里写满了劫后余生的惊喜。活下来了！
他长叹一口气后，彻底没了力气，径直躺到了地上。接下来的时间，不管摆出什么样的姿势，只要不动，就能顺利通关。于是我也躺到了地上，享受起来之不易的惬意。恭喜各位考生顺利通过考试。当前存活人数9人。接下来你们有1个小时的自由活动时间。自由活动结束后，请抵达下一个考场，参与第2场考试。第2个考场为体育馆。听着喇叭里的通知，我彻底松了口气，疲惫的身躯彻底卸去压力，足足在地上躺了很久。要不是被一山叫住，恐怕差点就睡着了。休息了足足50分钟，我们才缓缓起身，一起往体育馆的方向前进。看着他那满是灰尘的眼镜镜片，我不禁感慨，刚才真是多亏你了，救我一命。不得不说，应约联手真是一个正确的主意。如果没有一山，我现在多半已经变成了血沫，真是想想都让人后怕。一山闻言，却微微摇了摇头，你也启发过我，顶多算是扯平。说完便取下眼镜，挽起衣角，开始擦拭镜片。我看着前方映入眼帘的体育馆，不禁思索，第2场考试为什么会在体育馆里进行？一山同样看了看前方，猜测道，或许考试的内容会跟体力运动方面有关系。这下算是进入我的盲区了。其实这方面我也不太擅长。没事，走一步看一步吧。一山耸耸肩，还记得规则里说的吗？考试不存在必死之局，请细心寻找生机。就像咱俩上一场所经历的那样，只要认真观察，说不定生路就摆在眼前。好好努力吧，为了活下去。请注意，第2场考试规则如下：接下来的30分钟里，体育馆内将开启3盏射灯，分别照亮一个直径3米的圆形区域，并不断朝着考生方向移动。凡是被光线照到的考生将淘汰死亡。考试期间擅自离开体育馆者死。你们有3分钟的准备时间，3分钟后考试正式开始。听完规则后，我下意识地抬头，果然在天花板上看到了3盏射灯，各自位于灵活的凹槽内，可以自由旋转，照到体育馆里的每一个角落。而整个场馆大概由2个部分组成，中心的室内足球场和外围的一圈看台。按理说，看台的底部应该有很多走廊和房间，但此时都被扣上了沉重的锁链，让所有人隔绝在外，把我们的活动范围限定得死死的。果然不出一山所料，这一关的内容和体力运动有着不小的关系。躲避灯光的追击，少不了在场馆里穿梭奔跑。对于体力一般的我们来说，属实是不小的考验。尤其是1小时前才刚经历了一场虚脱之旅。待我们面色凝重地观察3分钟后，倒计时宣布结束，考试正式开始。随着啪的一声，3盏射灯同时开启，白皙的灯光看起来温和柔软，却在此时透露着索命的气息。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，3缕灯光便迅速朝着3个考生的方向不停靠近。灯光移动的速度其实算不上快，至少3名被追逐的考生都没有第一时间被赶上，而是在体育馆里展开了拉锯战。我们这些没被追的人则全都站在暗处，默默地观察这一切。如果他们一直没被追上，我们是不是能躺赢度过这半个小时？一山左右四顾着，摇了摇头，恐怕不太可能。且不说他们的体力能不能支撑长达半小时的逃命，经历了第1次考试的生死时刻后，我们不能再小看剩下的每一堂考试。如果我观察的没错，那个灯光的移动应该是一直在加速的。等速度到达一定数值后，就没法轻易甩开了。对他的分析，我表示赞同。如果规则就这么简简单单的话，就不是恐怖的死亡规则了。那我们现在要做点什么吗？一山沉吟片刻，给出了答案。我的建议是，我们先悄悄摸到足球场的中心，也就是整个体育馆的终点。身处最中心的话，一旦我们被灯光盯上，不管往哪个方向逃跑，都具有比较理想的纵深，不会无路可走，更不会在短时间内撞上死胡同。并且，足球场上空旷的草地显然更适合奔跑。看台上满是楼梯和座椅，一旦磕磕碰碰，逃跑的速度将大打折扣。闻言，我点了点头，立马跟上他的脚步，走下台阶，朝足球场中心走去。和我们的预想差不多，灯光的运行速度果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慢慢提升。仅仅用了5分钟，就从一开始的缓慢挪移，变成了接近人类奔跑的速度。被盯上的3个考生也从一开始的轻松从容，慢慢变成了汗流浃背，踉踉跄跄。这些灯光就像装了定位似的，死死跟着他们3人，始终不变。大家的体力本就算不上充沛，5分钟下来，几乎都出现了体力衰竭的迹象。考试进行到第7分钟时，体育馆内终于响起了第1道惨叫声。死掉的是一个女生，因为不小心被看台上的栏杆绊倒，让射灯照出了身形。被照亮的那一刻，她瞬间炸开，化为了一滩血水。细小的血沫在灯光的照射下，如同粉尘一般飘散在空中，慢慢向四周溢出。哪怕今天已经见多了这样的场景，看到这一幕时，我还是心里一紧。与此同时，场馆里的每个人都屏住了呼吸，看着那暂时停顿的射灯，会奔向哪个方向？可让我做梦都没想到的是，这缕刚杀完人的光线竟毫不犹豫地冲向了我和一山的位置。
如同一条粗壮的大蟒蛇一般朝我们奔涌而来。我的天，逃！突如其来的状况惊起我一身冷汗，我们俩来不及互相解释，便赶紧往不同的方向跑去。这是为了区分射灯钉上的具体目标。经辨认，这个倒霉蛋是我。在和一山分开后，那缕灯光并没有离我而去，而是紧紧地跟在了我的身后，不论怎么甩都甩不掉。无奈之下，我只能埋着头，不停地绕着足球场跑。女孩被绊倒的前车之鉴犹在，我不敢随便往路况复杂的看台跑去，只能在空旷的足球场上拼命狂奔。幸好这里的草地还算是平整，我可以不顾一切，心无旁骛地往前冲。在狂奔的过程中，惨叫声陆陆续续从我耳边响起。仅仅2分钟内，另外2个被追逐的考生都因为体力不支，相继化为了泡影。血腥味弥漫在足球场的上空，让我更加不敢怠慢，哪怕呼吸和心跳都越发剧烈，还是一步不敢停下。一旦停下，我绝无活路。3分钟、4分钟、5分钟，随着时间推移，我的双脚越来越沉重，但挪动的光线丝毫没有放过我的意思，距离我越来越近。最极端时，甚至只隔了半米之遥，容不得我犯半点错误，哪怕是在小的磕碰停顿，可能都会要了我的命。更可怕的是，这场考试也才进行了12分钟而已，还有足足18分钟时间。如果真这么亡命跑下去，我绝不可能坚持得下来。幸好，此时唯一的好消息是，一山并没有遭到射灯的追杀，他正不停游走在体育馆的每一个角落，试图找到破局的方法。眼看双腿已经快要失去知觉，我忍不住大声呼喊一山：“找到办法了吗？”没多久，一山的声音从不远处传了回来：“暂时还没有。不过按我的推测，纯粹的逃命绝不是这一关的最优解。足足30分钟的考试时间，3盏射灯能轻松地把我们全部留在这里。我觉得破局的路子或许要从关闭射灯的方向下手，只要能让这3盏灯熄灭或者停下来，我们就能安全了。可惜我已经围着场馆搜了一圈了，没有找到任何类似于开关的东西。你现在怎么样了？还能撑多久？”闻言，我简直欲哭无泪，撑不了了，我已经快累趴了。本来就疏于锻炼，没什么运动能力，能坚持狂奔这么久，已经是肾上腺素疯狂分泌的结果了。见我狼狈到了极点，一山沉吟片刻，随后从昏暗的看台上走了下来。要不你试试往我身边跑，看他会不会转移目标，从追你变成追我。闻言，我差点一愣，什么意思？接力？不得不说，一山的想法真是带点天马行空。场馆里的追逐战持续了那么久，还没人想过把光线朝着其他考生身上引的，听起来就有点损人利己的意思。而他却主动提出来让我冲他尝试，看来他是真的很想保住我这个队友，就是不知道这个方案的效果如何，能有用吗？一山站在我前方，摇了摇头，我也不知道，这只是一个猜想，但愿能实现吧。事已至此，这也是唯一的路子了。我循着一山的方向迅速跑去，而他则是站在原地一动不动，默默等待，直到我紧贴着他的身边一掠而过。此时此刻，距离光线最近的人从我变成了一山，而一山见我跑开，也立马抬腿朝另一个方向亡命奔去。令人难以置信的是，那缕光线竟真的把一山当成了自己的目标，跟着他的背影疯狂追了过去。这个接力的法子居然真的有用，我暂时脱困了。经过6分多钟不要命的飞奔，我的双腿已经彻底瘫软，仿佛灌了铅一样，几乎站不起来。如果不是情况紧急，我可能会立马原地躺下，大口喘气。但现在一山接替我，成为射灯的猎物，我自然不能辜负他的义气，必须尽快承接他的思路，想出破局的法子，那就是如何让射灯停止运转。一山所做的努力是寻找操控射灯的机关，但很明显失败了。上一场考试中，他已经展现出了极其强大的观察力和想象力，地砖长宽的细微差距都能被他找出来，所以他都找不出来的开关，我多半也翻不到。要想阻止空中的射灯，必须另辟蹊径。可是能有什么办法呢？我焦急地徘徊在场馆之内，不停观察着周遭的一切，却迟迟得不到进展。而足球场内的一山应付光线的样子，看起来比我还要吃力。仅仅2分钟过去，就已经脸色涨红，让人担忧。无奈之下，我也只能撑在看台边缘的栏杆上，不停张望。但让人烦躁的是，这些栏杆似乎年久失修，固定不牢，摇摇晃晃，差点害我跌到草地上。看着这些松散的铁杆，我本想暗骂一句，却在心里涌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：找不到开关的话，能不能采用暴力的手段？深吸一口气，我使出浑身的力量，狠狠踹到了栏杆上。一脚、2脚，栏杆摇动得更加厉害，乒乒乓乓的声音惹来其他考生的注意。但我来不及向他们解释，不愿浪费一点时间，继续拼命地踹和撞。足足折腾了半分多钟，终于把这批松垮的铁杆踹到了地上，散成一根一根。将它们捏在手中，我瞄向了空中的射灯。没错，我想把这些铁杆扔到天上，戳坏那些脆弱的灯泡。虽然听起来难度颇大，但这是我目前能想到的唯一办法了。
几轮深呼吸后，我借着一小段助跑，把铁杆掷上了天。可接下来的景象却让我心灰意冷。且不说准不准的问题，我连射灯的高度都够不到，根本对灯泡造成不了任何威胁。但唯一的办法摆在眼前，我绝无轻易放弃的理由。随后继续拆除铁杆，继续投掷，1次、2次、3次，直到大汗淋漓，也依然没有达到预想的画面。虽然有一次投出了想要的高度，却和射灯的位置差之甚远。眼看光线再度吞噬了一个考生，而一山也即将招架不住，我只好重新打起精神，再次发力。而就在此时，一道模糊的影子慢慢靠近了我的身后。需要帮忙吗？我转头看去，身后竟是一个马尾少女，不知何时走到了我的旁边。听到有人要帮忙，我自然非常激动。可她乍一看比我还要瘦小一圈，不像是有什么力气的样子。于是，在点了点头后，我顺嘴提醒了一句：“你小心些，别伤到自己。”可让我没想到的是，她轻轻拎起一根铁杆，在手里掂量几下之后，便后撤2步，摆出了极其专业的姿势。放心吧，我是练标枪的。啊！紧接着，她一声暴喝，猛地向前冲刺，肘准空中射灯的方向，完成了一次势大力沉的投掷，如同流星一般迅速划过。和她相比，我的投掷和挠痒痒没什么区别。在我们的目光注视下，铁杆一路直冲灯泡而去。只可惜轨迹略有些偏移，竟从灯泡旁边径直穿了过去。但这样擦肩而过的表现，也让我提起了莫大的希望。有戏！我们兴奋地重新拆出好几根铁杆，他再度后撤，聚精会神进行投掷。1次不行，就再来1次。就这样尝试到第5次的时候，铁杆终于画出了最完美的弧线，不偏不倚，正好戳中了天上的一枚射灯。脆弱的灯泡一插就碎，本来明亮的光线瞬间消弭，整个体育馆里的能见度都随之下降了不少。而那个被灯光追逐的考生，终于顺利脱险，瘫倒在地上，不停喘着粗气。这一路的亡命狂奔，估计把他的内脏都快跑出来了。有了第1次成功，我们俩信心大增。接下来的时间里，我专心搞破坏，源源不断地拆出细长的铁杆，他则是对着空中的射灯不断发起投掷。终于在3分钟后，体育馆内的3盏射灯全都被我们扎穿，包括一山在内的考生都得到了解救。第2场考试总算彻底结束。我抱着剩下的几条铁杆，躺倒在墙角，几乎就要力竭，汗水已经淌满了全身。负责投枪的女生也长舒一口气，坐到了我的旁边。关键时刻，幸好有她站出来，不然可真是死定了。想到这里，我冲她微微一笑，多亏有你帮忙，不然第2场就得团灭了。我叫林长安，你呢？她转过头，回应了我一个微笑。江子玉，恭喜各位考生顺利通过考试。当前存活人数5人。接下来你们有1个小时的自由活动时间。自由活动结束后，请抵达下一个考场，参与第3场考试。请注意，第3场考试需要倾听风声，位置灵活，请自由选取教学楼2至7楼的阳台，等待考试内容发布。听到第3场考试的讯息，我们几人均是有些不解。前面2轮的考场都是固定的，怎么到了第3轮还变成自由选取了？难道不同楼层的阳台还有什么讲究吗？看着不远处的教学楼，我忍不住喃喃出声，每层楼的阳台有什么不一样吗？一山摸了摸下巴，回忆道，我们之前绕着教学楼观察过，每层的阳台从装潢到布置应该毫无区别。那不同的楼层代表着怎样的寓意呢？说到这里，一旁的江子玉举起了手，楼层的选择会不会要通过倾听风声来判断？没错。一山点了点头，规则不可能平白无故说那么一句，它绝对是有用的。那它会是指代什么呢？一时半会儿琢磨不出答案，我只好坐在体育馆外侧，撑着脑袋看着对面的教学楼，不停思索。而就在这时，5名考生里的另外2人已经一起做出了决定。他们认为越高的楼层感受到风声的概率越大，所以想要一起去往7楼迎接考试，并邀请我们3人同去。但一山委婉地表示了拒绝，他觉得规则的玄机不会那么简单，不能草率判断。自由选择考场的行为很可能代表着，当我们选定某个考场后，考试的成败就已经注定了。于是他反过来邀请那2人和我们一起思考，一起行动。可惜最后谁也没能说服谁。我和江子玉都宁愿相信一山的判断，因此只能在告别之后目送他俩慢慢离开。接下来的时间，我们3个靠在原地想了很久很久，直到1小时活动时间快要结束时，一山才终于站起身来，吐出了他心中盘旋已久的答案：我们去2楼吧。江子玉脑袋一歪，忍不住发问：为什么？一山笑着解释道：我始终觉得倾听风声实在是一个很微妙的说法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过，从踏入高考考场的那一刻起，我们不管走到学校里的哪一个角落，都从没有刮过风。听他这么说，我下意识地回忆起前面的每一个场景。萧瑟的走廊，平静的教室，冷清的体育馆，确实如他所说，沉闷的空气似乎从未有过流动的征兆。可是这能说明什么？一山推了推眼镜框，看着已经站上7楼阳台的2道小黑影，
面色沉重地反问道：“那我们不妨好好想想，这平静无比的学校里该怎么做才会听到风声？”看着他凝重的眸子，我不禁心里一紧。请注意，第3场考试规则正式发布。站在2楼的阳台上，我默默地深呼吸，调整着自己的心态。第3场考试看起来相当邪门，哪怕是依山本人都对自己的决策不抱信心。我们3人并肩而立，竖着耳朵，认真地听着喇叭里的一字一句，生怕漏掉什么不得了的信息。可接下来发布的考试内容却没有任何复杂的弯弯绕，甚至直白的让人胆寒。请考生在3分钟内从所选阳台处跳下，抵达1楼。擅自逃离所在楼层者，死。3分钟后尚未行动者，死。倒计时从现在开始，请行动。听完喇叭里的通知后，我的心情变得极其复杂。这场考试的要求未免太纯粹了些，不需要玩什么动静游戏，不需要玩命的跑，只需要纵身一跃就算结束。怪不得会让我们自由选择楼层。如果我们听从了那2个考生的建议，全部奔向7楼的话，现在必定是如坠冰窟。除非是金刚之躯，不然谁扛得住从7楼跳下去？摆在眼前的唯有等死一条路，让人不寒而栗。也正是在听完规则之后，我彻底明白了一山心中的猜测。这所死气沉沉的学校与世隔绝，压根没有风的存在。我们该从什么地方聆听风声呢？只有一个答案，那就是靠自身的运动。身边空气流速加快，形成压力差时，我们才能感受到流动的风声。而这狭小的阳台根本不足以供人奔跑，唯一的高速运动方式就只剩下了跳楼这一个选项。怪不得一山想到这个答案时不肯明说，只是用反问的方式暗示我们。这样的规则实在是过于离奇，也过于骇人，让人难以置信。想通一切之后，我忍不住长叹一口气，为7楼的2人默哀片刻。比死亡更残忍的是等待死亡。随后我们简单的做好了心理建设，扶着围栏跳下了楼。还好我们选择的是2楼，在落地时翻滚卸一下力，几乎可以做到无伤着陆，除了屁股疼一点，基本没有任何问题。但头顶的2个人就没那么幸运了，他们犹豫了很久很久，在7楼的阳台上苦苦徘徊，寻找求生的办法，却又毫无办法。这一场考试从选择楼层那一刻开始，就已经注定了生死。在3分钟倒计时即将结束的时候，我们听到2声悲切的惨叫，2道影子从天而降，直直落到了我们的眼前，摔得粉碎，血光四溅。至此，整个学校彻底陷入一片死寂。恭喜各位考生顺利通过考试，当前存活人数3人。接下来你们有1个小时的自由活动时间，自由活动结束后，请抵达下一个考场，参与最后一场考试。第4个考场为教师食堂。最后一轮休整后，我们抵达了位置偏僻的教师食堂。踏入大门的那一刻，考试正式开始。请注意，第4场考试规则如下：接下来的10分钟里，你们需要进入食堂内部，自行探索，寻找生路。10号食堂代表着绝对的死境，1号食堂则通往逃离的方向。10分钟后仍未离开食堂范围者，死。欢迎来到绝望食堂。最后一关的通报声格外刺耳，听得我眉头直皱。其中的规则内容更是让人摸不着头脑。自行探索，寻找生路，难道是和密室逃脱一样的玩法？而最让人费解的是，学校里明明只有一座教师食堂，哪来的10号，哪来的1号？规则里的每一条信息我都能看懂，偏偏组合到一起，没有一句能看明白。我嘟囔着嘴看向姜子玉和一山，却发现他俩也和我一样迷茫。然而考试已经开始，10分钟的时间耽误不起，我们就算两眼一抹黑，也只能硬着头皮携手走进了食堂。穿过一条漆黑深邃的走廊后，映入眼帘的便是一张破旧的横幅：6号食堂。为什么一进来就是6号？看到这个数字，姜子玉忍不住有些不满。10代表死亡，1代表生还。很明显，6号和死亡的距离更近一些。这个开局真是不太友好。我们一路向前走去，发现这里没有半点人影，仅有一些食物散乱地摆在餐桌上，有馒头，有稀饭，也有爆炒的肉丝，散发着诱人的香气。一路走过来，体力消耗巨大，要不是急着逃出升天，我真想坐下来好好品尝一番。穿过这些餐桌，便能见到另一扇门，连通着另一条深邃的走廊，不知道通向何处。我看着走廊尽头处的黑暗，不禁问道：要过去看看吗？去。一山点了点头，但又回头看了看餐桌上的那些食物，思索片刻，说道：不过走之前，我们最好数一数这些食物的数量。听他这么说，我和姜子玉都忍不住拍了拍脑门。一山说的很有道理，食堂摆这么多食物在这里，不可能毫无缘由，说不定到了下一个房间，就会要求我们回答关于食物的信息。电视上的综艺都是这么演的。于是我们赶紧分头行动，把所有食物的数量，甚至桌椅窗口的数量，全部数了个遍。这里有馒头40个，花卷20个，肉丝8盘，稀饭12碗，包子15个，餐桌6张，椅子36张，打饭窗口3个。把信息全部记在纸上后，我们小心翼翼地踏进了走廊，一路向黑暗中走去。
等到前路清晰后，我们却走进了和之前一模一样的食堂，一样的大小，一样的装修，一样的堆砌着食物，尽头处也同样有一条走廊。昏暗之中，我听见姜子玉的嘀咕：怎么往前走，反而还回来了？闻言，我也忍不住怀疑，这一关难不成是鬼打墙？这下好了，别说找1号食堂了，我们连6号食堂都走不出去了。可当我把头抬高时，却恍然注意到，横幅上的内容变成了7号食堂，10代表死亡，1代表生机。很显然，7号食堂的危险程度要高于之前的6号食堂，这也说明我们离生路又远了一步。局势不仅没变好，反而更差了。我看着头顶明晃晃的7号，忍不住长嘶一声，下意识就想要往回退。如果没猜错的话，再往前走就要到达8号食堂了。与其埋头往前冲，还不如回到6号食堂更心安吧。姜子玉听我这么说，也赶紧点了点头，我也这么觉得。一山摸着眼镜腿，沉吟半天，也找不出更好的办法，只能交代我们再数一次这里的食物数量，然后退回6号食堂。让我们没想到的是，7号食堂的食物还真和6号有着不小的区别。馒头仅有23个，包子却有足足70多个，有些甚至被挤到了地上。难道食物数量不同，象征着什么吗？在逼仄狭小的食堂里，我们久久琢磨不出个结果，只好赶紧往回走，钻回了来时的走廊。10秒之后，我们终于穿过昏暗的走廊，重新走进破旧的木门。眼前的景象无比熟悉，也让人无比安心。40个馒头，20个花卷，8盘肉丝，每一份食物的数量和摆放方式都让人印象深刻。重新回到最初的起点，我们3人坐到一起，在桌上简单比划，对比6号、7号2个食堂的不同，想要寻找一些规律，借此探求生路所在。可就当我们激烈讨论的时候，姜子玉突然猛地一声尖叫，打破了思考的氛围。我抬头看向他，却发现他的脸色极其难看，手指甚至有些颤抖，死死盯着头顶的位置。顺着看过去后，我也差点跟着尖叫出声。我们惊讶地发现，这里的所有东西都和6号食堂一模一样，但唯独写着数字的横幅出现了变化。这里是8号食堂。靠！面对这样匪夷所思的场面，我忍不住骂出了声。明明是从7号食堂原路返回的，怎么没回到6号食堂，反而来到了8号？而且8号食堂为什么和6号食堂完全一样？直到此时，我们才终于感受到了最后一场考试的可怕之处。这也太诡异了些。要知道，10号食堂可是规则指明的死境，8和10之间已经只剩2步之遥。时间1分1秒过去，我们3个陷入了难言的沉默，只剩下粗重的呼吸声交织在死寂的食堂里。直到5分钟过去，都没人能提出半点想法。眼看时间过半，容不得继续拖延，无奈之下，我只好率先开口，打破了寂静。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？前面有一条走廊，后面也有一条走廊，前进还是后退，这是一个问题。哪怕是一向思维缜密的一山，此时也根本不敢发表意见。如今的容错率已经所剩不多，走错一步就将置身于深渊。我们3人支支吾吾半天，最终谁也没说出个所以然，又陷入了2分钟的沉默。眼看时间飞快流逝，再不做出选择，就只能永远留在这里。我只好硬着头皮提出了一个折中的建议：投票表决，少数人的直觉服从多数人的直觉。既然没有更好的办法，他们俩只好同意了这个决定。最终，我选择了继续后退，而一山和姜子玉都选择了向前走，重新回到7号食堂的方向。我们不停调整着呼吸，往前踏步，重新迈进了深邃的走廊。战战兢兢走过来后，面对着依然不变的食堂格局，我们第一时间看向了头顶的横幅，上面的数字让我们如坠冰窟。9号食堂。完了，这个数字写满了诡异，距离象征着死亡的10号食堂真真正正的只剩下1步之遥。而这里和之前的几个食堂又不太相同，餐桌之上压根没有任何食物，空空荡荡，密密麻麻的食物象征着什么？没有食物又象征着什么？我失魂落魄地坐到椅子上，浓浓的绝望感涌上全身。这一关明明没有任何明面上的威胁，却比之前所有的关卡加起来都要可怕。如今摆在我们眼前的依然是2条路，依然是前后各自一条走廊。一旦猜错方向，就将走向万劫不复。时间只剩下最后2分钟，我的大脑陷入了一片混乱，只能一遍又一遍地扯动头发，企图变得清醒，全力思考，却又始终没有结果。一顿咬牙切齿之后，我彻底瘫坐在地上，几乎要放弃挣扎。可就在这时，姜子玉却突然看向我，眼神里闪烁着莫名的光芒，开口说道：“我好像找到了一点规律。”听他这么说，我和一山瞬间来了精神，从萎靡不振中站起身来。什么规律？姜子玉似乎不知道怎么组织语言，沉吟几秒后，干脆在桌面上画了起来。他把我们最开始遇到的6号食堂的场景设定为了初始场景，紧接着列了一个表格，排出了每次行动的状况。随着他的手指不断比划，我和一山都仿佛抓到了一丝光点，一个规律在脑海中迅速成型。其实每个食堂里的食物陈设数量具体有多少，根本无关紧要，
我们需要判断的只有一个条件，那就是它的所有一切布置和初始场景的6号食堂是否完全一致。在6号食堂，也就是初始场景本身，我们选择了往前走，最终编号+1。7号食堂和初始场景略有差异，我们选择了往后走，编号再度+1。8号食堂则和初始场景完全相同，我们选择了往前走，编号也随之+1。也就是说，当眼前食堂布置和初始场景完全相同时，往前走，编号变大；往后走，编号才有变小的可能。而当眼前食堂的布置和初始状态并不相同时，往后走编号才会变大，这时候我们就需要往前走。只要以这个规律为基准，我们就能找到一条非常清晰的求生之路。当然，因为我们所搜集的样本太少，这个规律也并不能保证100%奏效，仅只是能容纳眼前这些条件，自圆其说。但对于火烧眉毛、无路可走的我们来说，哪怕只有1%的把握，这时候也必须去验证一下了。而我们目前身处的9号食堂没有任何食物的存在，显然和最初的6号食堂大不相同。按照总结出的规律，我们应该选择往前走。做出决定之后，我们便不再犹豫，抓紧最后的2分钟时间，迅速向前踏去。穿过漆黑的走廊，我们走到了下一个食堂。横幅之上的数字让我们欣喜若狂。8号食堂，我们总算脱离了死亡边缘。8号食堂还是如之前一样，40个馒头，20个花卷，8盘肉丝，样样齐全，别无二致。按照规律和初始场景一致，应该往后退。我们循着心中确定的方向一路走去，得到了再一次的验证。终于回到了7号食堂，至此，我们终于确定了规律的正确性，再无半点犹豫，迅速判断每个食堂里的场景，做出选择，快速跨越了一条条走廊。到达3号房间时，差点出了差错。那个房间的布置极为阴险，所有的食物数量几乎都对应得上，但唯独椅子从36张变成了35张。要是我们数得不够仔细，走错了方向，恐怕要耽误不少的时间。幸好我们3人合力，精神高度集中，最终没有犯下一点失误。赶在倒计时仅剩最后3秒的时候，踏入了1号食堂的门。当喇叭声再度响起时，我们早已筋疲力尽，精神走在崩溃的边缘。恭喜各位考生顺利通过全部考试，本次高考存活人数3人。听到最后这段话，我终于如释重负，再也顾不了其他，就地倒下，沉沉睡去。彻底失去意识之前，我的心里仅仅剩下最后一个念头：我们活下来了。当我再度睁开眼睛时，已经身处一辆破旧的大巴车上。窗外的路看不真切，眼前全是厚厚的迷雾，阴森神秘，不知去往何处。偌大的车厢里仅仅坐着我、姜子玉和一山3人。司机的驾驶座旁安装了铁栅栏，似乎是怕我们干扰驾驶。车门紧闭，除了等待到站以外，别无他法。看着这诡谲的场面，我不禁挠了挠头。考试通过了，规则闯完了，顺利存活了，居然没有被送回现实世界吗？我还以为一觉醒来会重新出现在原来的高考考场上呢。不仅是我，后续醒来的一山和姜子玉也是同样面面相觑，只能大眼瞪小眼，迟迟摸不清状况。我只好跑到车厢的前面，坐到司机的身旁，装作漫不经心地开口询问：“师傅，我们这是在哪儿啊？”司机师傅全程面无表情，直勾勾地盯着前方那看不清的路。本以为会无视我的问题，却没成想开口回应了起来：“这里是怪谈世界。”怪谈世界，充斥着规则怪谈和求生游戏的世界吗？那我们要去的是什么地方？你们3个顺利通过了血红高考，接下来就要入学了。入学？怪谈世界还有学校？听他这么说，我不禁有些纳闷，不会又是下一轮的死亡考验吧？没错，你猜得很对。司机师傅罕见地出现了动作，轻微点了点头。你们将被重置记忆，送到下一个考验地点，那里的副本代号叫做